如何把这个世界上最长、容量最大的天然气管道之一北溪2号安装到波罗的海的海底呢？这个有点意思啊，咱们今天就来简单了解一下。首先，第一步，对海床进行详细的水下勘察，以便找出一条最佳的路径。何为最佳呢？就是一要避开沿线5个国家的专属渔业区，二要避免破坏海底沉船的文化遗产区，三要你还得要绕开水下那些1战、2战中沉入海底尚未爆炸的弹药区。当然，这个好办一点啊，实在是绕不过去呢，就原地引爆好了。接着第二步，生产管道。巨量的管道，每根长度为12米，直径为1.15米，最里面是由钢板卷曲、焊接、拉伸、斜切而成的管道。它们由3家供应商以每天大约100个的速度生产，直到完成全部的20万根。当然，为了减少天然气在管子里面的阻力呢，它在内部涂上了环氧树脂；而为了减少海水对管子外面的腐蚀呢，它在外面也涂上了专门的涂层。就这还没有结束啊！为了增加管道在海床上面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呢，每根管子在外面又裹上了一层厚度惊人的混凝土啊，使原本的重量直接翻倍，从12吨来到了24吨的水平，真的是结实又抗造啊！好，来到第3步了，在全部处理完成的管道都被运送到了沿海的储存场地之后呢，就是到海面上进行铺设了。大型铺管船，相当于是一座海上的浮动工厂，每艘呢都能供数百名工人在其中工作和生活。北溪2号动用了5艘这样的船，同时开工，最多的时候呢，一天一共可以铺设15公里。那过程是这样的啊，首先将2根管子以双面焊接的方式预焊在一起，仔细检查没有问题之后呢，就能向前转入到中央装配线，以便跟主管道连接在一起了。这里将会有更多的焊接和检查，如果又全部检查通过的话，那么就会最后在每一个焊缝周围再套入一个热缩管，把既能保护又能让管道稍微弯曲的聚氨酯泡沫灌入其中，生产过程就告结束了。然后就是这根一边走一边长的长管道，慢慢的沿着这根深入海里面的坡道被放到海底了。当然，这种铺管的方式呢，叫做 S 型铺管。还有一种放管道的轨道呢，是竖起来的，垂直着将管道铺进海里面的，那个呢叫做阶形铺管。两者的名称都非常的形象啊。好了，难道全长1200公里的北溪就是这么简单的被直接放到海底就算完了吗？实际上由于管子本身是有一定的柔韧性的，大部分地方呢都可以是这么直接放下去不管的，只有以下这几种情况要稍微麻烦一点。浅水区，由于波浪和水流会影响到管线，所以在这里它是被放置在提前挖开的槽里面，等放好之后呢，再重新回填好的。2. 跨度较大的崎岖海床区，管线在这里是需要一定的支撑才行的嘛。这种情况下呢，它就需要有一艘岩石倾倒船在前方作业，提前将这个地方基本填平才行。最后还有呢，是已经被其他海底管线占领的区域啦，比如电力管线、电信管线等等。那在这里就需要设置专门的岩石垫层，保证交叉路口的各路管线互不影响才行嘛。最后还剩一步了，就是这么长的管线，你总得要分成几个部分同时作业嘛，同时往海里面铺设的嘛。那好，最后的几个接头，它们都是在海里面的，怎么接啊？用起重船把它们给吊到海面上来接嘛。首先，这需要连接的2段管线之间呢，得有一段交错的预留空间才行。然后潜水员会潜到水底，将2个浮力罐呢分别装到2段管线的头上，好让它们更容易被吊起来。然后就是起重船的大力出奇迹了将2个接头部分吊出水面。当然，由于这里是需要进行切割的，所以表面并没有裹上混凝土，也其实就轻了不少于是在这个平台上，2段钢管被切平、对接、焊死、测试，最后再裹上混凝土，重新吊回到海底。整个工程就算完成了。耗时多久呢？从2016年开始到2021年结束，整整5年时间，花了100个亿美元，却只工作了0个小时，是不是有点讽刺啊？
今天让我们继续用知识冲刷大脑，一起学习海上钻井平台是如何工作的。各位可得站好扶稳啊，因为晃动是在所难免的。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不同的海上钻井平台的类型，大体上呢有以下这3种：固定平台、顺应塔平台和浮动平台。固定平台适用于深度在500米以内的水域，它通过巨大的钢铁或者是混凝土桩牢牢地固定在海底。这些桩基不仅提供了平台所需要的稳定性，还能够承受恶劣的海洋环境，跟摩天大楼的地基一样，作为固定平台的桩基，它的作用至关重要。顺应塔则应用在当水深在450米到1500米之间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想要从海面直接打一根超长的桩子下去已经不太现实了。这种平台比固定平台要高得多啊，也必须能够在更深的水域当中稳定工作。通过使用柔性元件，例如柔性腿或者轴向管，它可以减少共振并减弱波浪的影响。于是在面对波浪和风力时，顺应塔依然能够保持稳定。但一旦到达了更深的水域，比如深度达到了3000米以上之后呢，顺应塔就不具备经济性了，我们就需要使用浮力钻井平台。浮力平台包括半潜式平台和钻井船。浮动平台依靠大型的浮筒提供浮力，能够在海上漂浮，并通过锚或者是动态定位系统保持在指定的位置。浮筒内部可以注水以调整平台的浮力，以确保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依然稳定。一些钻井平台还在浮筒的下方配备了螺旋桨，便于调整位置。一旦到位浮筒结构就会慢慢的注水，使其保持在海平面以下。工作甲板则漂浮在水面以上。由于其大部分质量都是在水面以下的，所以即使海面波涛汹涌，平台也会十分稳定。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海上钻井平台的核心部分——钻井过程石油位于海床下许多的岩层之下，所以想要把它提取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我们就需要使用一套所谓的提升系统。提升系统用于将钻柱下降到海床上，以确保钻头精确地到达预定位置。钻头被放置在一个大管子当中，它被称为套管。套管的顶端部分称为井口。当接触到海底时，钻头开始往下钻进。与此同时钻井液也称钻井泥浆会被泵入其中，它会起到3大功能：冷却和润滑钻头，推动挖出来的泥土和岩石离开套管，防止井壁塌陷。它还可以平衡地层压力，防止井喷。钻井液通过泥浆泵从平台泵入钻柱的内部，通过钻头喷嘴喷出，携带着岩屑沿钻柱与井壁之间的环形空间返回平台。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岩屑通过振动塞等设备被分离了出来。净化之后的钻井液会再次循环使用。当套管深入到足够深的地方时呢，它就会保持在原位了。钻头将继续向下钻进，接着钻头会被拉出孔洞，然后安装较小的套管。为了将套管固定起来，水泥会被泵入其中，随后是泥浆，它们之间呢是一个用于分离彼此的塞子，塞子会推动它下面的水泥，使其进入到套管与井壁之间的环形空间。在凝固之后，水泥会形成套管柱，将套管固定在井壁上。这一过程称之为固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井壁塌陷和井液渗漏。当孔越钻越深时，这个过程会不断的重复，套管会越变越小，直到抵达含有石油的岩层。如果从剖面图来看的话，这个海底钻井应该长得是很像拉出来的收音机的天线。当钻到接近石油层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就必须要被安装到井口顶部了，它叫做防喷器 BOP。 这个设备的目的是防止高压油从平台喷出，造成意外。海底石油的压力可能会极高一旦喷出就被称之为井涌，而井涌可能导致一种潜在的灾难性事件，成为井喷。防喷器有2个环形密封件和多个管柱剪切装置。环形密封件设计成甜甜圈的形状，当它收紧时可以密封井口，以防止石油上涌。管柱剪切装置配有钢刀片，如果高压油进入到钻柱，这个装置会关闭，钢刀片可以切断钻柱，然后永久封闭井口，当然也就有效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当石油成功的从海床底下提取出来时，它将被泵入管道，并输送到陆地上的设施。在某些地方海底输油管道可谓是错综复杂，比如墨西哥湾。你看这张图有没有一点神经网络的感觉？当然啦，因为它们是连接着地球的神经了。除了核心的提升系统，海上钻井平台上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关键设施。这里是起重机，它用于在船只和钻井平台之间运输物资。生活区是工作人员的住宿、用餐和休息场所。直升机停机坪则用于快速的接送工作人员。紧急救生艇则是为了在危险情况下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
这里还有很多个液体储存罐，它们用于储存水或者是燃料，例如柴油，发电用的柴油。这里还有一个火炬塔，它通常用于燃烧易燃气体，因为提取的海底石油可能会含有可燃气体，这些气体必须从石油当中分离出来并燃烧掉，以避免任何可能的爆炸。好了，你学会了多少呢？下一期又想学点什么？赶紧留言来告诉我吧。日本计划要向太平洋排放，据他说已经是兜不住了的上百万吨的核废水了。至于它到底是真兜不住还是假兜不住，我们暂且不讨论。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这个机会聊一聊关于核废水的问题。什么是核废水？一座正常运行的核电站也会产生出核废水吗？福岛核电站产生出来的核废水有何不同？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来揭开。首先，什么是核废水？我们可以理解为经由核电站排放出来，其中还带有一定放射性的废水。那么这么说起来，一座正常运行的核电站也是会排放核废水的咯？是的，由于核电站呢会大量的用到水，所以排放出来少量的带有辐射的水是非常正常的。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核电站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核燃料来烧开水，然后开水变成蒸汽，推动发电机就把电给发出来了。整个过程通常由3个回路组成。回路1里面的冷却水会直接进入反应堆，从中带走热量，为堆芯降温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能量极高的高温蒸汽。接着它会在隔离的条件下将这些热量传递给回路2的水。回路2的水被加热之后呢，也会生成蒸汽，这部分的蒸汽才会去驱动汽轮机，然后带动与汽轮机同轴的发电机来发电。做完功的蒸汽需要再度变成液态的水去重新参与循环，那就要降温。于是回路3里面以海水或者是湖水为介质的水就是来完成这个工作的。它们不仅将回路2里面的蒸汽冷凝为水，也同时为核电站带走了它所不需要的剩余的热量。所以这样看下来，核电站里面实际有排放的是哪部分的水呢？回路3里面的水了，而它完全不会接触到核反应，所以顶多算是废水，离核废水还差108000里。而且即便是回路2里面的水也是不会跟核反应有接触的，也不算核废水。只有回路1里面含硼的水才称得上是带有放射性的水，但它一直都会参与循环再利用，几乎不会排放。那么为什么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说正常工作的核电站也会排放核废水呢？因为它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来产生可控泄漏，就是那些无法收集且只能排放的泄漏，比如一些泵的机械密封、填料密封等等。不可控泄漏，核电站的设备再好，保障再全，但总是也会遇到故障的，所以这种不可控的泄漏也是会经常出现的。另外，对设备的周期性冲洗，放射性废气中的水蒸气凝结为的水也是核废水的主要来源。那它们通常会怎么处理呢？基本的思路就是把废液变成废固，利用滤网过滤、树脂吸附、蒸馏器蒸馏等方法，把放射性废水变为放射性废固和可排放的水。放射性废固会跟其他核废料一起送往填埋场处理，这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另找时间再说一说。而可排放水，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是让它进入海洋。你说它真是一点辐射不含吗？不可能啊。只是在排放前，除了遵循国际能源署的规定以外呢，还必须要符合本国政府所制定的排放标准，使其对环境的危害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福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在被海啸破坏之后，福岛核电站就一直处于废弃状态。刚才我们说的回路1也被相应的破坏了，堆芯熔毁，此时所产生出来的核废水与正常运行下所产生的核废水就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且最关键的是，由于内部的反应物状态未知，人们根本就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净化处理。暂时能做的就是先把它装在罐子里面，一边堵漏一边想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福岛县的海边，成千上万个颜色各异的大罐子，如镶嵌在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一般，密密麻麻的在这里铺展开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憋不住想要把它们灌到海里面去了，因为一方面罐子和放罐子的地方都开始不够用了，而另一方面核废水的产生却一点也不耽搁，还是在以每天170吨的水平稳定增长。说到这儿，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常见的错误理解，以为这每天170吨的水是人为浇到堆芯里面帮它冷却，以避免进一步熔毁，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核污染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几年来福岛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冷却问题，它真正面临的挑战是管不住往堆芯里面自己流的地下水。
福岛核电站临海，地震过后地基受损，地下水就一个劲儿的往这边流。而且地下水还不像河水，好歹还能集中起来有个方向，引一引的话还有可能让它绕个道。地下水靠重力渗透，见缝就钻，见低就填，分分合合，引不走也堵不住。只要是从这一片下海的水就没有干净的，所以现在才会面临这么惊人的废水储量。因为这不是往反应堆里面灌的冷却水，而是这么多年来所有经过此地入海的地下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想好处理它们的办法了吗？没有。尽管日本的确曾启动多核素去除设备来处理这些核废水中的数种放射性物质，但一是如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废水中的具体成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定论，也就是连病根都没有找到，怎么敢说开出来的药有效？二是即便开出了以上的药方，但它也没有针对其中分离手段更复杂、成本更高、耗时更长的一些，比如氢的同位素氚。氚是由海水被高放射性核废料释放出来的中子活化发生核反应产生的，它的物理半衰期为12.3年。虽然发出来的贝塔射线在人体外照射时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但却可以经由食物链、呼吸道和皮肤等途径被人体吸收摄入，转化为有机结合氚。有机结合氚由于与体液中的氢互换以及新陈代谢作用，会长期滞留在人体当中。于是到了人体中氚不但能通过贝塔粒子的电离作用产生直接的生物效应，还可以通过转换突变方式致使人体组织产生畸变和癌变，影响巨大。可见，要是将这些仍然含有放射性氚以及其他谁也不知道的成分的核废水直接排到太平洋当中，指望靠自然强大的自愈能力来帮助人们解决这个烂摊子，实际上是赌上了整个地球生物圈的未来的。真的可以这么做吗？我是火箭鼠，关注我，一起参与讨论。这是一座屹立在北海之上，离挪威海岸大约80公里的天然气钻井平台特洛 A。乍看上去没啥大不了的。好，这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石油双塔，高度452米，全球排名第17位。不过，如果把它放在特洛 A 旁边的话，那么露出水面的高度大概就只有这么多了。是的，特洛 A 全高472米，它不是浮在水面上的，而是稳稳地坐在深约300米的海底的。所以严格算起来，它才是位列第17位的世界高楼啊！双塔。不好意思了。另外，它还有一项记录能够让全球所有高楼都为之而汗颜，那就是它不是在北海的海底拔地而起的，而是在远离这里200公里的峡湾当中，整体建造完成之后给拖动到这里的，于是就使之成为全球最高的可移动建筑，并且在可移动的最重的建筑当中呢，也位列第2。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建造的，又是怎么被拖过去的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要把钻井平台放到海上呢，我们今天其实是有很多方案的，它们既可以是漂浮的，也可以是沉底的，既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四处移动的。但是特洛 A 所使用的结构 Condeep 翻译过来就是混凝土深水结构，发明的日期是1972年。那个时候它还没有那么多可选项嘛，能够用于参考的主要就是那些浮在墨西哥湾海面上的钻井平台了，它们大多使用的是导管架结构。这个呢，我曾经讲过，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可问题是导管架虽好，但北海的基本条件和海洋环境完全就跟墨西哥湾不同，这个成熟的经验根本就拿不过来嘛。具体讲有这么3方面的不同。第一，墨西哥湾水深并不是太深，油田的位置离海岸也很近，所以不管是架设导管架还是铺设输送管呢，都是很方便的。即使我慢慢的越建越远，也可以有最近的那个平台作为节点，我只需要把管子连在它那儿就可以了。基础设施呢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着走出来的，既完善又可靠。而北海呢，1970年代初期在这儿发现的几处巨大油田，无一例外全都远离海岸，全都在更深的地方，于是导管架就无法发挥优势，也没有近海的管子可以用，起步就是一个 boss 级别的怪，实在不怎么好打而且你建得远了，人员的通勤也是个问题啊。这个呢，就要求平台的后勤保障更加充足，也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将采出来的油气先存起来了。而恰恰北海还是个冒油又急又多的地方，这就加剧了矛盾嘛。同时也是跟墨西哥湾的第2个不同了，北海地区的生产率一直都较高，所以这里的系统配置就要的更多不管是设备、人员还是空间，于是平台的重量就大幅增加。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怎么安装它们呢？当时海面上还没有我们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能够吊装上万吨重物的起重机，它们最多能够操作1000来吨罢了。对付墨西哥湾呢没有任何问题，但对北海更重的平台就意味着需要将它拆分成更多的部分，分别运到目的地之后呢，依次来吊装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耗资极大的任务。总的来说有点得不偿失了。设计新的方案似乎更能够解决问题啊。这第3点呢，就是最后的催化剂了。海况和海底的构成完全不同啊。虽然墨西哥湾的海上平台在飓风季节确实会面临挑战，但在北海那是天天都在面临挑战啊。这里的天气很少有不恶劣的时候。另外，来到海下，你想把导管架打到海床里面吗？别妄想了啊！这里全是由冰河时代的冰川所形成的硬沙和粘土层，那些在墨西哥湾的打桩设备到了这儿是根本 hold 不住的，所以这才有了 Condeep， 它专为北海而生。简单说，这种结构呢，就是将混凝土浇筑成中空的管子，在压载物的作用下自己沉到海底，坐在海床上，利用其巨大的重力保持稳定，为上面的平台提供一个坚实的、开阔的支撑。特洛 A 是 Condeep 结构的最后一个应用案例，当然也是最庞大的一个。它由一系列的混凝土储油罐开始向上生长，延伸出4根高度超过了300米的巨大支柱。这4根支柱是由超过100天每天24小时连续不停的浇筑混凝土而成的，为的就是让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缝隙，实现绝对的防水。这些混凝土支柱的壁厚呢均超过1米，所以哪怕是插在水下300米处呢，也能够抵御住外界强大的水压。然后在4根高耸支柱的中段还有一块附加的大水泥，把它们箍在了一起。起什么作用呢？是为了防止共振的。因为巨大的海浪动不了它，超大的水压也动不了它，但轻微的共振就能直接要了它的命啊！在支柱浇筑完成之后，海水会被注入其中，使其几乎完全就被淹没。然后呢，再将已经建成的平台移动到它的顶上，排水上浮，顶到准确的位置后呢，就展开连接和固定的工作了。随后继续排水，让平台整体再升高100米左右。这样在随后拖拽到目的地的途中呢，就不会让底部有碰到礁石的风险了。现在加上里面的压载物特洛 A 的排水量达到了120万吨之巨，因此可想而知拉它的会是怎样的角色了。事实上，当它在1996年启程的时候呢，挪威的电视台同步做了直播，使之成为当年的一个非常轰动的工程奇迹啊！好，在经过了1周的海上颠簸，拉过200公里的距离之后呢，特洛 A 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此时，支柱里面的水被排空，变成了4根连接海底与海面的通道，期间运行着电梯，但由于太高单趟旅行下来也需要花上9分钟而负责将整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底的，就是围绕着支柱周围总共19个每个高40米的压载水舱了。此时，它们坐落在水下303米处。好了，这就是全球第17高的反向大厦特洛 A 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40年7月，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拉开帷幕，数千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呢，在英国上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进行了殊死搏斗，史称不列颠之战。但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只有飞机吗？不是，还有一些很少有人觉察的小不点儿漂浮于海面之上，它们长这个样子。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个浮标，但是打开之后却内藏玄机。在这个接近方形的浮标下面呢，是一个面积大约有4平米的居住空间，左右各搭一个双层床，因此可以舒服的住下4个人。既然要舒服，生活物资一定是不能少的嘛。咱们来看看它都准备了哪些呢？首先就是可以更换的干衣服和干鞋子了，其次6条干净的毛巾，足够吃喝4天的干粮和饮用水，甚至还有1瓶白兰地、6瓶苏打水和一些香烟。不是说好了在密闭的公共空间里面是不能吸烟的吗？可以爬到外面去，站到全海景的露台上享受嘛。当然，你觉得这就完了吗？没有抽屉里面呢还放着一些棋牌游戏，可以帮你打发无聊的时间。台面上还放着一台最新款的收音机，可以帮你实时的掌握外界的动态。酒精灯、煤油炉、蓄电池、医疗包也一个都不少。总之在这里住上4天呢，你是真没有理由给差评的。所以它究竟是个啥？它其实是德国空军未雨绸缪的一样东西，叫做救援浮标，目的是让那些在英国上空受了伤、飞不回欧洲大陆的战机迫降到英吉利海峡后呢，给落难的飞行员一个临时的庇护所。
因为早期那种穿着救生衣飘在海面上等救援的方式，实在是救不回来几个飞行员的。泡在冰冷的海水当中呢，人很快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了。培养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实在是很不容易啊，那自然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活着等到救援嘛。像这样的救援浮标被大量部署在英吉利海峡的海面上，通过一根带有明显视觉标识的缆绳锚定到海底。缆绳较长啊，因此可以允许浮标顺着水流的方向漂浮，给飞行员指出一个更容易到达庇护所的上游的降落位置了。2.5米高的上层舱室外呢，有一盏明亮的信号灯，有10枚照明弹，还有一支备有20发红色、10发白色、10发烟雾弹和10发降落伞照明弹的信号枪，并在4面都涂上了显眼的红十字。当某个浮标被占用呢，落难的飞行员就可以在顶上升起一个红黄相间的条纹旗，这样定期巡逻的搜救艇呢就知道，有活干了，把人接走之后，再将里面的物资重新补充齐全，等待下一批房客。可你说他的房客会总是德国人吗？也不一定啊。迫降的英国飞行员看到这么个好东西，没理由不占用它。只是到底是被送回到基地还是送到战俘营呢？就看是谁的救援船先到达这儿了。把舰载机安全地降落到航母上，的确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啊。但它毕竟是航母嘛，够大也就够稳。那要是比它小得多的驱逐舰、护卫舰、巡洋舰，在遇到恶劣海况上下轴一起翻滚时，还想要回收自己的舰载直升机，这面临的挑战又得是多大呢？实际上，我们也许高估了它的难度。它们不仅能够降得稳，甚至有些情况下还几乎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操作啊，只要放心把控制权交给自动泊车不好意思，错了，自动降落系统就好了。所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发现加拿大人呢特别擅长发明能够抓东西的玩意儿。国际空间站上的机械臂叫做加拿大臂，那是因为它就是加拿大人发明的。而最早想到要在海面上把飞在空中的舰载直升机给抓下来的，也是加拿大人。他们发明了这个被俗称为 Bear Trap 捕鼠器的直升机牵引和快速保护装置。是的，后者才是它的正式名称。它能够允许直升机在波涛汹涌的6级海况下，降落在左右最大各30度、前后最大各9度、疯狂翻滚摇晃的小型船只上，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这个就相当厉害了啊！可以说它的出现呢，彻底就改变了海战的格局。所以马上其他的海军就来抄作业了啊。那原始的作业是这么写的。首先，需要回收的直升机呢，盘旋到甲板上空，将一根带有接头的缆绳缓缓地降到船上。接着位于甲板上的船员呢，会接住这根缆绳，并将它与捕鼠器上面的拖缆接头结合在一起。这根拖缆穿过张着嘴的捕鼠器，连接到位于甲板下方的绞盘上面。一旦2个接头固定妥当，甲板上的船员就可以撤了啊。剩下的那都是飞行员与这个控制室里面的着陆指挥官密切配合了。自动液压控制系统会逐渐将拖缆拉紧，并保持一定的张力，使直升机与船的运动同步。当飞行员和着陆指挥官都认为时机已到时，则上面的会降低螺旋桨的功率，下面的会增加拖缆的拉力，直升机就这样被拉回到了甲板上。与此同时捕鼠器的开口关闭，将连接头稳稳地咬住，直升机也就被固定到了它的中央了。最后的操作就是夹着直升机的捕鼠器通过轨道系统移回到了机库里面，完成了整个回收过程。的确并不是很复杂，对不对？所以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发明了出来嘛，一直用的都还不错。但是它还是有个问题的你甲板上必须要留人嘛，在狂风暴雨的情况下，这会是非常危险的。也许直升机能够降得稳，但甲板上的船员脚一滑，可是站不稳的。不对，如果他们滑倒了，就挂不上接头，挂不上接头，直升机也就降不稳了嘛。看到问题了吧？所以这个牵引系统呢，必须得要是无人操作的才靠谱嘛。于是捕鼠器就开始升级，用激光定位而不是人手来同步它与直升机的相对位置，使其始终保持在直升机接头的正下方。一旦直升机触地它就可以马上关闭来夹住它。但这个方案似乎对飞行员的操作技术呢就要求更高了毕竟下面的捕鼠器它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由运动的东西嘛，你好歹还是要将直升机悬停到一个较为稳定的位置才行啊。那还有解决方案吗？
有的就是它了，上面满是网眼的甲板锁定系统。这么多孔呢，就是为了给飞行员留出一个更大的自由空间嘛。它要求舰载直升机上呢有一个能够与之配合的鱼叉，当直升机下降与甲板发生接触的一瞬间呢，鱼叉马上就会咬住并锁死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孔中。接着液压系统会进一步将机身拉进甲板，此时任你船再怎么晃呢，直升机也是纹丝不动了。这个看起来才是目前的终极解决方案嘛。当然我们的舰载直升机呢就是这么干的。说到超级工程，作为中国人，咱们可是一点也不陌生了。这不，又一个超级工程正式开工了，那就是世界首座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海底高铁隧道——汕头湾海底隧道了。我翻了一下相关报道，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施工方式。由于位置特殊，地下环境复杂，所以为了挖通这个隧道呢，我们几乎是把目前所有主流的挖掘方式都用上了，其中就包括了明挖法、盾构法和矿山法。它们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不同的部分要用到不同的方法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正好借着汕头湾海底隧道这个例子，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地下隧道，尤其是海底隧道到底要怎么建。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不过得先补充一下，我刚才说了，明挖法、盾构法和矿山法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隧道挖掘方式，但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吗？有的，另一个也很有名的方式叫做沉管法，它应用在很多的水下隧道建设中，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子也说过的港珠澳大桥的海底段，尽管它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最后我们还是会提一下它来作为对比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隧道的建设要用到这么多的方式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汕头湾这个地方呢，地下的地层太多变了，从最软的淤泥到最硬的花岗岩，从8度地震区穿越过17条断层破碎带，从陆域到海域，既要扛住海底的高压，也要适应海水的侵蚀。我只想说，太难了。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拿下这个开了挂的大 boss， 所以只能组合着来。比方说，在一开始又软又浅的入口段呢，就采用明挖法。咱们从它的名字里面就能够猜出它大概是怎么工作的了。简单来说，就是先把这个需要建设隧道的地方整个从地面上挖开，然后在露天的情况下修筑内衬，也就是能够把隧道支撑包裹起来的结构。接着呢，把一开始挖走的泥土回填覆盖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显然是最简单、最经济、最快速的选择了，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啊，就是只能对付较软的土地和挖较浅的隧道了，一般只应用在城市的地铁站和地下通道的建设当中。当然，用在汕头湾海底隧道的入口段也完全没有毛病，因为在这个较浅的地层里面呢，主要是疏松的粉砂岩，正好完全就是明挖法最擅长的场景了。接下来隧道往前推进，我们就要面临更深更黏的淤泥质土层了，以及越来越硬的弱风化花岗岩层了。于是出场的选手就变成了盾构机。其实这几年呢，随着各个城市都在抢着修地铁，盾构机出现的频率应该说是相当的高的。让我猜一猜啊，上面我说的几种挖隧道的方法，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矿山法，什么是沉管法，但一说到盾构法，你一定我知道，就是那个挖地铁的东西了。没错，盾构机其实解释起来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直径可以达到10几米的大电钻就可以了。它拼命的，只不过拼了命，每天也只能以几米的速度往前转，然后通过传送带把转出来的泥土、碎石或者是泥浆源源不断的往后送出隧道。一边往前转呢，就一边在后面用预制好的弧形或凝土块将洞壁砌起来，形成衬砌。在防止隧道坍塌的同时，也作为推动自己往前进的支撑面，简直是一举两得啊！其实这样形容还不够，实际上整个盾构机就像是一枚可以多线程工作的 CPU， 在同一时间把好几样工作都完成了。推进、出土、拼装，而且几乎都是自动化作业，所以看起来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好像慢得不行，但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挖洞工具了，并且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支撑和掩护下施工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难怪它能成为地铁建设中的明星了。但再好的东西也是有缺点的，比如挖不了坚硬的岩石。也不是挖不了啊，只不过你实在扛不住，没挖几米就要跑去换个刀片吧，既不经济又不安全，而且也实在是没有必要啊，又不是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选了。对了，既然到了又深又复杂又坚硬的岩层了，我们的方法就需要换成矿山法了。这个方法既然得名如此，肯定是跟矿山有点关系的。实际上，它就是从矿工们挖开矿洞的方法中找到灵感的。用矿山法来开挖隧道，最大的特点是隧道的形状并不是一次性挖出来的。
这个怎么理解呢？你就想啊，你要挖的这个隧道，它设计出来的形状，也就是横截面的形状，是个正方形，上面再带个拱顶。按照盾构机的策略，我一次性给你把这个形状挖出来。它的底气来自于，反正挖开来，我自己也能够用躯体给你顶上啊，不怕坍塌。但矿山法可不会这样干，它会把这个横截面呢分成好几次来挖。比方说，先挖一个半圆形的隧道出来，作为最终隧道的拱顶。等把这部分完成了，然后再向下、向左、向右挖出完整的隧道出来。之所以要这么干，是因为在挖出一部分掩体时，它上面的掩体由于失去了下面的支撑，随时都会有坍塌的风险，所以就要边挖边人为的进行支撑。支撑当然是面积越小越容易啊，所以就从挖小洞开始，再慢慢的把它扩成大洞吧。当然，至于是先挖哪一部分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这取决于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比方说，面对稳定性不那么好的松软岩层的话，那就先挖顶部，等挖好顶部并做好支撑之后呢，再开始向下挖，然后把左右护墙给砌起来。当然，也可以是先挖下面，然后再往上扩，也可以是同时挖出上下2条隧道，然后一起往中间挖。花式太多，我们就不再继续下去了。但我还是想再说一个在矿产法中应用很多，并且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一样东西——锚杆。让我们看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可以神奇的加固一个新的凌空面，甚至在下面什么支撑物都没有的情况下，也能够很有效的保持隧道的顶部不坍塌。其实原理也并不复杂，它的作用就是来拉紧彼此分离的岩石块，增加它们之间的摩擦力，使它们相互支撑在一起。很聪明的办法吧？当然，更聪明的是将这些方法组合在一起，打出组合拳来搞定这条不可思议的海底高铁隧道的工程师们了。很期待它能早日贯通。对了，最后我还没有忘记啊。沉管法，我们用几句话来简单介绍一下它。它就是将若干个预先生产好的隧道段运到施工的水面后，再一个个的沉到水底并拼接起来，密封之后排空里面的水就建成了。当然，我这是超级缩减版啊，实际过程肯定要复杂很多。沉管法的优势就是方便、便宜、快捷，因为它不需要挖洞嘛，所以是现在很多水底隧道的施工方式。那为什么汕头湾海底隧道不用沉管法来修建呢？因为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温环境，但恰恰这里缺的就是这个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是火箭叔，欢迎关注我的栏目，把想说的建议、想要指出的错误以及想要补充的观点都留言告诉我吧。1940年，一个莫名的好运降临在了德国海军的头上。在只花了4天时间就拿下荷兰之后呢，他们缴获到了一样能够改变其命运的秘密武器，不过却又差点与其失之交臂。这个秘密武器是什么？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点下关注，我这就讲给你听。德国的 U 型潜艇啊，早已大名在外。虽然名字叫做潜艇，但其实在2战之初呢，它主要是设计用来浮在水面上的，顶多是偶尔需要潜到水下稍稍躲避，或者执行非常罕见的日间攻击。之所以会这样呢，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当它靠近一支护航船队的时候，浮在水面上反而比潜在水底下要安全得多。这很反常，对不对？按理说躲在水里面让敌人看不见才是明智之举嘛。不过呢，这样的话敌人就可以听到你了。用声呐，声呐最早是在1战结束时被发明出来的，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啊，到了2战初期已经可以达到实战效果了。它用发射器向水中发射出一个高度定向的声波，通过监听其撞上物体后反射回来的回波，判断出这个物体的距离与方位。这对于潜在水下的 U 型潜艇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如果浮出水面嘛，它就一点办法没有了。而且在海浪的掩护下，游艇也不见得那么容易被看到。另外一个原因啊，这跟它本身的动力系统有关了。U 型潜艇主要是靠柴油发动机来推进与供电的，而柴油机必须要吸气和吐气，它们都得在水面上才能完成。若是不得已要下潜呢，就必须关闭柴油机，切换成电动机。电动机嘛，一是开得慢，二是开不久，当然能不用就不用了。看起来浮在水面上的确是潜艇的最佳策略了，不过只是一时的最佳。随着盟军的新发明不断登场，尤其是水面侦察机的加入啊，U 型潜艇便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水下了，用不了柴油机就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痛点。但是说回来，其实早在1940年，他们就已经手握解决方案了。什么方案？就是荷兰海军从2战前就开始实验的一样东西——通气管。这个名称呢，其实很直白了，就是通过一根长管子把水面上的空气引入到潜艇内，提供给柴油机，使其几乎不受限制的想在水下待多久呢就待多久。
比较像我们现在游泳用的浮潜设备，好像没啥技术含量，是不是？缴获了此装置的德国人呢，也是这样想的，完全就不把它当回事，甚至还把3艘荷兰潜艇上原本已经装好的通气管给拆了。你说气不气人？更气人的是有几艘好不容易逃到英国人那边去了，皇家海军一看，耶，这没用的玩意儿是啥？结果也给它拆了。荷兰人就很无奈怎么这白嫖的东西你们都这么不珍惜呢？直到1943年，在盟军的密集反击之下，U型潜艇越来越扛不住了的时候，德国人才想起来，要不咱们试试那个叫做通气管的东西吧。就这样呢，通气管才重获新生，陆续被加装到已经服役了的 U型潜艇身上了。它们有的长成这样，有的长成这样，还有的呢长成这样，有的装在左舷，有的装在右舷，还有的装在潜望镜后面。有的单纯只是通气，有的还搭上一个雷达。但不管怎么样呢，效果肯定还是显著的，不然德国海军怎么会从1943年开始把通气管装到了共计217艘的 U型潜艇顶上呢？尽管他们也是有自己的问题的，比方说升起通气管的潜艇最高只能以6节的速度前进，否则就会容易把它折断。比方说长时间潜在水里面会让本就拥挤的潜艇变得更是污秽不堪。比方说一开始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通气管呢，总是倾向于自己就关闭起来了，造成吸不到外面空气的柴油机只好吸里面的空气了，就使得舱内的气压骤降，对艇员的耳膜造成严重的伤害等等这些可见谁说通气管没有技术含量好像没啥技术含量，是不是？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相信大家在以后出去游泳浮潜时又多了一个谈资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海洋连接起各个大陆，但海底光缆才真的连接起了整个世界。从黑人抬棺到黑人的命也是命，从直播火箭发射到截图特朗普的推特，没有海底光缆都是办不到的。尽管 Elon Musk 正在雄心勃勃地把自己的宽带卫星打到天上，但如今的国际数据呢，仍然有 99% 都是通过绵延上百万公里的海底光缆传输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在现实中找到命悬一线里面的那根线的话，对很多没网就等于没命的人而言，海底光缆就是那根线了。只不过准确的说它可比线要复杂多了。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分几个方面来聊它。第一个是海底光缆究竟长什么样，第二个它是如何工作的，第三个是这些有可能比把珠峰颠倒过来还要深的光缆到底是怎么埋进海底的。我们一个个来。不知道你有没有亲眼见到过一根光纤，也就是包裹在光缆里面传输光信号的东西了？没有见过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扯下一根头发，然后把它想象成一根透明的细管子就可以了。管子怎么弯，里面的光线就会怎么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叫做全反射，请学霸在此打出弹幕，我就不展开来说了。总之光纤的好处就是继承了光线的好处，快。但坏处你刚刚在扯头发的时候大概已经感受到了。不是疼是太娇贵了，所以外面必须要包裹上厚厚的保护层。而当我们把光纤放到海底的时候，你觉得要怎样的保护才算靠谱呢？要我说得要启用装甲才行。是的，让我们来看看海底光缆是怎么被过度包装的。先看这样一张图片，左右两张都是海底光缆的照片，只不过右边的要比左边的更粗，说明它的保护也更加的严实。你先猜一猜哪个是放在深海里的，哪个是放在浅海里的？打个弹幕，一会儿证实。我们从最关键的中心开始，这里有好多根被涂上了不同颜色的光纤，你要是仔细数的话，一定会发现数出来的是个偶数，因为它们都是成对出现的，一个负责去，一个负责回，双向车道才不会堵车嘛。一根海底光缆里面可能包含了几对或者是几十对这样的光纤，取决于埋下这根光缆的公司与它的用途了。好，剩下的其他部分呢，基本上都是起保护作用的了。先是包着光纤的一根塑料管，里面涂满了凡士林，好让光纤不会在里面晃来晃去的。然后是一层缠绕塑料管的细钢丝，用来提高塑料管的强度。接着是一根铜管或者是铝管，而且它会通上电。咦，通电是起到像很多小区围墙上的电网一样，把企图搞破坏的家伙都给电跑了吗？ No， 它是为中继器供电的。每隔几十公里呢，这些光缆中间都会安装上这样的大型中继器。因为光线即便是在非常先进的光纤里面跑，也是会衰竭的。中继器可以及时的增强光信号，以便让它们顺利的跑过数千甚至是数万公里长的线缆。在铜管之外再加上一层塑料管，就变成我一开始给你看到的那根细一点的海底光缆了。
那它究竟是放在哪儿的呢？猜出来了吗？粗一点的那根呢，是在此基础上又在外面绕上1到2层的钢绞线，最后再缠上尼龙绳，涂上沥青制成的，算是给防御开了一个 buff。防的是谁呢？一防鲨鱼，二防渔船。没想到吧，鲨鱼居然好这口，我上网碍它什么事啦？但有分析指出啊，这可能跟光缆通电以后所产生的电磁场有关系。其实不管怎么样啊，鲨鱼咬咬也是应该的，毕竟是我们先侵占了人家的地盘嘛。要是别人到我家里面拉根电线的话，我反手就给他剪断了。相比起来呢，鲨鱼算是客气的了。拖网渔船对海底光缆的威胁也不小，统计数据显示啊，由它造成的故障大约占了总故障的将近40%。所以想要高速上网，尽量少吃点海鲜吧。说到这儿呢，不知道你猜出我刚才出的那道题了吗？不管是鲨鱼还是渔船，它们的活动范围都在浅海，所以呢，自然是要把最皮糙肉厚的光缆留在这里啦。至于深海嘛，反而是没什么威胁了，除了把它埋下去要放更长的线而已。对了，这海底光缆到底是怎么埋到海底的呢？原来这是由一艘改装后的专用拖船与一个拖在拖船后方沉到海底的海狸配合完成的。首先，施工团队会仔细的勘察光缆将要经过的海底区域，找出一条能够避开珊瑚礁、沉船、残骸、崎岖山地等大型障碍物的最平坦的路线，然后就一边开船一边往下放光缆，跟在拖船后面的遥控海狸，随后再将这些光缆埋入自己刚刚离开的一个大约深10厘米的沟里面，海沙会在洋流的作用下把这个沟给盖起来，从而让光缆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整个过程看似简单，却非常的耗时，需要仔细的测试与检查每一个步骤，才能换来联网后每秒几十甚至上百万亿比特的信息传递速度。这有多快呢？可以同时传输数千万部的 4K 高清视频，是普通家庭网速的1000多万倍，值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最近10几年，中国建了好多座了不起的跨海大桥，比如港珠澳大桥、杭州湾大桥、东海大桥等等。在感叹他们的壮观之余，也不禁让我很好奇，这立在海里面的桥墩到底是怎么建出来的呢？地面上的桥墩，相信很多人都围观过他们的建造过程。当年南京大搞地铁建设的时候呢，我就秉着吃灰不忘好奇心的精神，仔仔细细的看过高架桥墩的施工过程。基本上就是先挖一个坑，浇筑出一个笨重的混凝土地基，然后用钢筋在上面编出桥墩的骨架，接着再把模具一片片的拼到骨架外面，最后再把混凝土往里面一倒，凝固之后大功告成。但在水里面能这样操作吗？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在水里面修桥墩。基本上有下面4种方法：围堰、沉箱、打桩和钻孔。我们一个个的来说。先说围堰，既然在水里施工堪比太空，那何不把它变成一片净空呢？当年摩西徒手就能在大海中央劈出一片陆地，我们有了现代设备的加持，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于是将我们需要施工的区域线围起来，然后把其中的水给抽出去，让这里干干爽爽的，不管是机械还是人员都可以大展拳脚，这就是围堰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最简单的土坝就可以创造出这片水中的净土了。只不过由于土壤是会透水的，所以抽水泵必须要始终保持作业，否则第二天眼睛一睁，我的挖掘机去哪儿了？当然，土坝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结实，毕竟你没有办法在水面上将它们压紧夯实，这就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工程师会使用钢板桩来围堰，这些彼此相扣的钢板会被一个个的垂进水底的泥层里面，等围成封闭的一圈之后呢，再将其中的水抽干净，形成一个我们熟悉的干燥的工作面。第二种办法是使用沉箱。我们现在通常用的都是上下开口的开放式沉箱，过去还有一种叫做气压式沉箱的，一会儿我会说到。开放式沉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间分了很多格子、上下开口的巨大立方体，在地面上建好后，使用一个跟古埃及人运石头盖金字塔如出一辙的方式，把它们转移到专用的驳船上。驳船开到合适的位置，卸下沉箱，让它下沉。沉箱一边下沉我们一边在里面用清淤装置把底下的泥沙给挖出来，使沉箱的底部一路下探到坚固的岩层，然后就可以灌上混凝土，将它变成结实的桥墩底座了。现在这个过程当然都是由机械来完成的，不需要我们亲自跑到里面去挖土，所以你可以看到沉箱里面其实始终都是灌满水的。你可不用担心混凝土在水里面没法固化，实际上混凝土的固化本身就是需要水的，这个过程靠的不是干燥，也不是蒸发，而是一个称之为水合作用的化学过程。那气压式沉箱又是什么呢？跟现在不一样，以前的人们是必须要到沉箱下面拿着铲子去挖土的，所以就要把里面的水给排掉。怎么排呢？用气压来排。气压式沉箱底部开口，上方密封，就像是你把一个空杯子倒扣在水里面一样。
里面的空气会把水给排开，形成一个可以供人呼吸的空间。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啊，就是由于水压很大，水成像里面的气压也很大，甚至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气压，这就让里面工作的工人从成像出来之后呢，经常莫名其妙的浑身疼痛和头晕，有些甚至因此而丧生。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就是这样建造出来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啊，这叫做减压病，跟很多潜水员患上的病是一样的。所以这种超不人道的方式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好了，下一个方法，打桩，你应该一点都不陌生，谁家附近没有过几个建筑工地呢？其实在水里面打桩跟在地面上区别不大，至少在我们外行人眼里面看起来是这样的，无外乎就是把打桩机装到船上，然后浮到水面上罢了。但有一点区别，它在水里面的桩基本上都是斜桩，它并不是垂直于水平面的，因为这样能够增加它对水流冲击力的承受度，使整体的强度得到提升。你可能还会想到一个问题啊，要是我们的桥正好盖在水底全是岩石的地方，该怎么办呢？这桩也能打得进去吗？打不进去，所以就得要用钻孔了。先将一根直径巨大的套筒插到水底，然后开动钻机往岩石深处钻上足够的距离，再把加固用的钢筋插到里面，最后灌上混凝土，就可以建造出强度极高的桥梁根基了。好了，以上就是4种基本的在水里面造桥墩的方法了。虽然你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这些知识，但至少在下次乘车经过一座大桥时，可以把感叹抒发得更为深刻一些。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